恐龙不是被陨石砸死的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标题党，但如果你真正理解6600万年前那一天发生了什么，你会发现我们过去对这场灭绝的理解可能过于简单。一颗直径大约10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地球，它在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留下了直径180公里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。那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亿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。但问题是，爆炸本身真的足以杀死一个统治地球超过1.6亿年的超级物种吗？如果只是一次瞬间的毁灭，那为什么灭绝过程持续了数万年？如果只是冲击波，那为什么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生态系统也全面崩溃？如果只是高温火焰，那为什么有些生物活了下来，而另一些却彻底消失？真正杀死恐龙的，也许不是那一瞬间的撞击，而是一场更漫长、更残酷、更没有希望的慢性处决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6600万年前的那个清晨。那天的地球看起来再普通不过，太阳照常升起，薄雾在森林上空缓慢散开。三角龙低头啃食蕨类植物，巨大的身躯在晨光中投下阴影。远处的霸王龙缓慢巡视自己的领地，它的每一步都沉重而自信。翼龙从海岸线掠过，巨大的翅膀划开空气。这一切已经持续了上亿年。恐龙不是短暂的统治者，他们经历过大陆分裂、火山爆发、气候波动、物种更替。他们跨越了侏罗纪与白垩纪，他们看似不可动摇。在那个早晨，没有任何生物意识到地球正在被瞄准。几万公里之外的太空中，一块岩石正在接近。它不是一颗普通的小石头，它的直径足有一座中型城市那么大。它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，比子弹快60倍。从北京飞到上海只需要不到1分钟。它已经在太阳系中漂流了数百万年。它可能来自木星轨道之外，是一颗罕见的碳质球粒陨石，一种像泥球一样的原始天体，富含碳、有机分子和挥发物。它的内部结构松散，却携带着足以改写行星命运的能量。它的轨道是否完全偶然，还是在漫长的引力扰动中被一点点推向内太阳系，我们无法确定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没有偏离。如果它的轨道早几秒改变角度，如果木星的引力在某次摆动中多拉它1寸，如果地球在那一刻的位置稍有不同，今天思考这一切的可能不是人类。撞击前3小时，地球依然平静。北美平原上，一群阿拉莫龙正在迁徙，它们体长21米，体重接近30吨，每天需要吃下近1吨树叶。队伍中有刚孵化的小个体，也有怀孕的母龙。河岸边，鸭嘴龙低头饮水，树林中迅猛龙在追逐猎物，昆虫在空气中盘旋。蕨类植物与针叶林构成完整的生态结构，这一切看起来坚不可摧。但生态系统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它高度依赖稳定。阳光稳定，气候稳定，食物稳定。当稳定消失，连最强大的生物也会变得脆弱。撞击前20分钟，天空开始出现异常，远方的地平线出现一条极亮的光轨。那不是闪电，那是物体高速进入大气层时形成的等离子辉光。
空气开始震动，动物本能地抬头，鸟类突然大规模起飞，光芒强烈到数百公里外都能看到。撞击前1分钟，一道刺目的白光撕裂天际，音爆滚过大地，空气被压缩到极限。如果当时有一只霸王龙抬头直视，它会看到什么？它不会理解灭绝，它只会看到天空在燃烧。下一秒，小行星以每小时超过7万公里的速度撞入浅海，不是坠落，不是砸下，而是以无法想象的动能贯穿地壳。那一刻，海水没有沸腾，它直接气化，岩石在瞬间融化成液态，地壳像薄壳一样被掀开。大约33万立方公里的物质被抛向高空，爆炸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亿颗广岛原子弹。人类历史上最强核武器沙皇氢弹，在这次撞击面前几乎微不足道，数字已经失去意义。撞击后5秒，方圆上千公里内的生命几乎瞬间蒸发，不是烧死，不是压死，而是直接气化，连骨骼都难以保留。有人说，撞击点附近的恐龙反而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后续的折磨。但真正的地狱并不在爆炸核心，冲击波以超音速向外扩散，空气被压缩加热，温度飙升至数千度，树木被拦腰折断，巨兽被掀翻，体型在此刻毫无优势。几分钟后，大量熔融岩石被抛入高空，有的甚至短暂进入亚轨道，然后它们开始坠落。地球下起了火石雨，这些炽热碎片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剧烈加热，把天空点燃。火焰不是从地面开始，而是从空中落下。全球多地出现大规模野火，森林在燃烧，空气在燃烧，大陆在燃烧，地球仿佛变成一颗火球。但即便如此，如果灾难只停留在这一阶段，恐龙未必会完全灭绝。真正致命的阶段还没有开始。在爆炸、冲击波和火焰之后，一层看不见的死亡幕布正在升起：尘埃、硫酸盐、气溶胶、烟灰，它们被抛入高层大气，遮蔽阳光。太阳没有消失，但阳光被挡住了。几小时后，远离撞击点几千公里的地区，天空开始变暗，白昼像黄昏，黄昏像夜晚。接下来发生的不是一瞬间的毁灭，而是一场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慢性崩塌。恐龙的真正末日不在撞击那1秒，而在黑暗降临之后。黑暗并不是突然落下的，它像一块巨大的灰色幕布从高空缓慢铺开。撞击发生后的数小时内，数万亿吨尘埃、硫酸盐、气溶胶与烟灰被抛入平流层。那不是普通的尘土，而是被高温蒸发再冷凝成极细颗粒的矿物微粒。它们足够轻，可以在高层大气中悬浮数年。阳光开始变弱，第1天，天空呈现诡异的暗红色；第3天，白昼像阴天的黄昏。1周之后，有些地区已经几乎看不到直射阳光。这不是天黑那么简单，这是光合作用的暂停。植物依赖光，
植物是食物链的根基，当根基被抽走，整个系统不会立即崩塌，它会缓慢、持续、不可逆地瓦解。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植物。大片森林在全球野火后已经焦黑，而那些幸存的植被此刻也陷入光照不足的危机。蕨类、针叶林、被子植物开始停止生长，种子无法发芽，叶片逐渐枯萎。海洋中更为剧烈，浮游植物数量骤降，藻类大量死亡，海洋表层的初级生产力迅速崩溃。海洋食物链底层断裂，意味着连锁反应已经启动，而陆地上的恐龙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灾难。最初的几天，它们或许只是感到异常的寒意，气温开始下降。研究估算，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下降了10到15摄氏度，某些高纬度地区更为剧烈。但更重要的不是绝对温度，而是变化速度。在地质历史中，气候变化通常以万年为单位，而这一次是以天、以月为单位。生态系统来不及适应，1周后，食草恐龙开始遭遇真正的问题。三角龙需要大量蕨类植物，鸭嘴龙依赖丰富的植被群落，阿拉莫龙每天需要接近1吨树叶。它们的身体是为充足时代设计的，但现在绿色在消失，它们开始迁徙，成群结队地移动，寻找尚未被烧毁、尚未枯死的植物。但光照不足不是局部现象，而是全球性的。恐龙可以躲过火焰，却躲不过饥饿。饥饿不会在1天内杀死一头30吨的巨兽，却会逐渐将它蚕食殆尽。先是体脂，然后是肌肉，行动变慢，繁殖停止，诞产下却没有足够能量孵化，幼体孵化却没有食物成长，生态系统进入负反馈循环。一个区域崩溃后，迁徙的群体会涌入邻近地区，加剧资源压力，局部崩塌迅速扩散为整体崩塌。而顶级掠食者很快也察觉异常。霸王龙原本处在食物链顶端，它依赖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维持能量摄入。当猎物减少，它会先啃食尸体，然后捕食更小的动物，甚至可能出现同类相食。但顶级掠食者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它们的种群密度本就不高，一旦食物不足，恢复能力极差，生态金字塔正在塌陷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依旧阴暗。2个月后，大气中的硫酸盐气溶胶开始形成大规模酸雨，雨水不再只是冷，它带着酸性，落在土壤上，腐蚀植物残存的根系，改变水体的化学结构，河流酸化，湖泊生态系统崩溃，淡水生物大量死亡。海洋中的变化更加深远，浮游生物减少，导致氧气含量下降，部分海域出现广泛缺氧带，大型海洋爬行动物相继灭绝。沉积岩层中留下的异常同位素比例记录着那段时期的化学紊乱。这不是一场爆炸，这是一个系统的拆解。时间继续推进，6个月后，全球大多数大型食草恐龙种群已经严重衰退，某些区域可能完全消失，其他区域仍在挣扎。
1年后，光照依然微弱，气温仍然偏低，植物恢复缓慢。你必须意识到一件事，恐龙不是同时灭绝的，它们是一批接一批倒下的。某个大陆可能先崩溃，某个岛屿可能稍晚，某些小型种类可能坚持更久，但整体趋势已经不可逆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反而成为它的脆弱点。当一个节点消失，连锁反应不会停止。数年过去，天空逐渐变得明亮一些，尘埃开始沉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恐龙可以恢复。因为灭绝有一个残酷特性，当种群数量跌破某个临界点，哪怕环境稍有改善，也无法回到原本规模，基因多样性下降，繁殖配对困难，疾病更易传播，生态系统已经被重置。有人曾提出一个问题，如果那颗小行星撞击的是深海而不是浅海，会不会结果不同？浅海区域富含硫酸盐沉积物，撞击蒸发大量含硫物质，才导致严重气候效应。这是否意味着恐龙的命运取决于撞击地点的地质构造？答案或许是的。地球的历史有时就是如此脆弱。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即便没有这颗小行星，当时地球也并非完全稳定。印度德干暗色岩大规模火山活动已经持续数十万年，大量二氧化碳与硫排放进入大气，气候本就处在波动边缘。小行星撞击可能只是压垮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单一灾难还是多重因素叠加，学界仍在讨论。但无论原因比例如何，有一点无法否认，在接下来的几千到数万年间，地球失去了约75%的物种，包括所有非鸟类恐龙。统治地球1.6亿年的时代结束了，没有盛大的终章，没有最后的战斗，只有缓慢消失。最后一批恐龙可能并没有看到末日火焰，他们看到的是灰暗的天空，稀疏的植被，越来越少的同类。他们不是死于爆炸，他们死于一个逐渐冷却、逐渐沉默的世界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生命都倒下了。就在恐龙帝国崩塌的阴影之下，一些体型微小、几乎不起眼的生物，正在做着与巨兽完全不同的选择。它们没有庞大的身体，没有巨大的领地，没有显赫的生态地位，但它们活了下来，而这将彻底改变地球的未来。在恐龙帝国崩塌的阴影下，地球并没有彻底沉寂。当巨兽倒下，真正的生存竞赛才刚刚开始。活下来的并不是最强大的，也不是体型最大的，而是最适应坏时代的那一批。洞穴里，一些体型如老鼠般大小的哺乳动物正在活动，它们夜行，它们杂食，它们不依赖庞大的食物链，它们可以啃食种子、昆虫、腐肉，甚至残骸。当森林消失，大型草食动物断粮时，这些小型生物对食物的需求却极低。它们可以在地下躲避高温，可以在黑暗中觅食，可以迅速繁殖。体型小，在恐龙时代是一种劣势，在末日时代却成为优势。但体型并不是唯一原因。
恐龙中也存在小型种类，也存在杂食物种。为什么它们没有幸存？这可能与生态位有关。恐龙长期处在高能量生态结构中，它们的繁殖策略、成长速度、代谢结构都建立在稳定充足的环境之上，而早期哺乳动物习惯的是边缘生存，它们本就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下，本就习惯躲藏、节约、等待。当阴影成为世界常态时，反而是它们最熟悉的环境。时间继续流逝，几年后，天空逐渐放晴；几十年后，光合作用开始恢复；几百年后，局部生态系统重新建立；几千年后，新的生物格局逐渐成型。但这个恢复已经不是回到从前。大型飞鸟类恐龙没有再出现，它们的基因在地层中画下句号，而哺乳动物开始走出洞穴。起初，它们仍然小心谨慎，世界还不稳定，气候仍在波动，生态空位尚未完全固定，但机会已经出现。大片森林空缺，草原尚未形成，捕食者层级空白，谁能快速适应，谁就能扩张。哺乳动物开始分化，有的变成树栖型，有的适应地面奔跑，有的进入水域，有的演化出更复杂的牙齿结构。几百万年时间，在地质尺度上只是一瞬，但对生物来说，足以翻天覆地。灵长类出现，抓握能力增强，立体视觉形成，大脑体积扩大。数千万年后，其中一只学会直立行走，双手解放，工具出现，火被掌握，语言诞生，文明形成。那一刻，6600万年前那颗小行星的连锁反应终于抵达终点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果那颗小行星偏离地球，如果恐龙没有灭绝，我们很可能不会存在。这不是文学夸张。在恐龙统治的生态结构中，大型爬行动物占据顶级生态位，哺乳动物被长期压制在小型夜行动物的生态区间。没有大规模灭绝事件，生态格局不会自动让位。进化不是公平竞赛，它更像是机会窗口。而那颗小行星打开了一个窗口，一个只出现一次的窗口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并不是地球第一次经历大灭绝。在恐龙之前，二叠纪末大灭绝消灭了约 90% 的物种。在此之后，地球生态才重新洗牌。毁灭与重建是地球历史的循环机制，而我们正是某次毁灭的幸存者后代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那颗碳质球粒陨石富含有机分子。虽然它不是生命起源的源头，但它携带的碳化合物可能对地球环境产生额外影响。宇宙带来的不只是毁灭，有时也带来可能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是幸运的。对于恐龙来说，那是终局；对于当时的生命而言，那是无法逆转的终结。只是在漫长时间之后，幸存者讲述历史，我们是幸存者。问题在于，
下一次重置是否仍然来自宇宙，还是来自我们自己？今天的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地球，森林被砍伐，海洋被酸化，气候升温，物种灭绝速度远超自然背景值。这不是陨石撞击，但它同样是系统性变化。6600万年前，阳光被尘埃遮蔽。今天，温室气体改变辐射平衡，那时，生态在几年内崩溃。今天，变化在几十年内加速。区别只是，当年没有生物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，而今天，我们知道，地球不会因为某个物种灭绝而停止运转，它会重新组合，重新洗牌，重新定义主导者。恐龙曾经以为自己稳固无比，他们经历了1.6亿年的成功，但成功不等于永恒。宇宙没有为任何物种保留特权，那颗小行星没有恶意，它只是遵循物理规律，而我们今天的选择同样在遵循某种规律：经济规律、技术扩张规律、欲望规律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能打破这个规律？如果6600万年前那颗小行星偏离1度，也许今天统治地球的是拥有羽毛与利爪的智慧爬行动物，也许人类只是森林里的小型哺乳类，也许根本没有文明。我们存在并非必然，我们是一次极端偶然的延续，而偶然带来的文明是否能避免下一次毁灭？那颗陨石已经落下，恐龙时代已经终结，地球已经重启一次。下一次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会不会就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？如果你也曾感叹于宇宙的残酷与生命的顽强，请给本期视频点个赞，这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段被尘封的地球往事。你觉得，如果那颗小行星真的擦肩而过，现在的地球会是谁的天下？人类还有机会出现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，我会翻牌精彩的发言。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里是科学幻想号，带你拆解那些改写世界运行逻辑的瞬间。我们下期见。